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8年6月，程云芳和丈夫李明红将陶瓷生意转移到深圳。考虑到生活不便，他们将一双儿女航航和丹丹交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小姑子李晴照看。李晴刚中专毕业，在家开网店销售化妆品。程云芳每月给他2000元辛苦费，让他把侄儿侄女照顾好。航航和丹丹一个4岁，一个3岁。李晴教他们认字算数，晚上带航航睡觉。2009年2月中旬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李晴住进哥嫂的房间，翻起嫂子以前的一摞医学书，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竟是嫂子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合影。仔细一看，那男人的五官和容貌，李晴被惊得愣在了那里，因为航航长得跟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像了。老天哪，难道……李晴不敢再想下去。客人走后，李晴让父母看了这张照片，父母也都惊呆了。航航关系到李家的血脉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2月27号，李晴假借71岁的伯父病危，想见侄子，打电话把哥哥李明红从深圳给骗了回来。面对那张照片和亲人们的怀疑，李明红也懵了。他想起了一件事，程云芳刚怀航航时，有一天对他说过，人家都说酸男辣女，现在我总想吃辣，可能会是个女孩，爸妈想要个孙子，不然就留了吧。当时被李明红给阻止。李晴提出要做亲子鉴定，李明红不同意，说这个家不离散，以后谁也别提这个事儿了。李晴心里有了阴影。一天，他偶然从电视上看到，隔代亲子鉴定也能查出是否存在血缘关系。通过查询，李晴与济南一家亲子鉴定机构取得了联系。2009年3月11号早上，李晴在给航航洗头时，取得了可作为剪裁的5根头发。当天，他便把这5根头发连同父亲李明景的头发一起送到了济南。17号上午，李晴拿到了鉴定结果。当他一眼看到排除李明景、李航航直系祖孙关系时，就像被雷电给击中。18号一早，李晴忍不住打了哥哥的电话，将事情如实告诉了哥哥。李明红既震惊又难过。李明红有气无力地说，你让我好好想想吧。就在李晴还在等着哥哥好好想想的时候，他对航航的态度已经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首先，他不要航航跟自己睡了。航航不理解，他冷冷地说，你是个男孩子，要知道害羞。航航红着小脸，晚上钻进爷爷奶奶的被窝。2天后，李明红从深圳匆匆赶了回来，好说歹说，总算做通父母和妹妹的工作，希望他们永远不要说出这桩秘密。面对航航，李明红努力克制着，没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任何反常。临行前，他又一再交代父母和妹妹，生的亲不如养的亲，千万不要对航航另眼相看。李晴答应的好好的，可跟航航在一起，他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和难受。以前航航吃鱼时，他会一点点把刺儿给挑干净，送到他的嘴里。现在他再也不会这么做了，而且怎么看怎么心烦和讨厌。航航也感觉到了姑姑的变化。上楼时，他还像以前一样要拉着姑姑的手，姑姑却使劲地甩开他。一次，他和妹妹争一个玩具魔方，他刚抢到手，却被一旁的姑姑粗暴地夺去递给妹妹。他冲到洗手间，把姑姑的一瓶眼霜摔得粉碎。姑姑抓住他的衣领，连打了他几个耳光。他嚎啕大哭，姑姑你不讲理，以为你是个野种，王八羔子。航航不知道姑姑骂的是什么意思，
但知道那不是好话，找爷爷奶奶告状，爷爷奶奶也不管。李晴心里也不好受，航航哭过闹过后，趴在床上睡着了。看着他脸上的泪痕，李晴心里说不出的酸楚。对航航，他毕竟真真切切的疼了几年，他也不想这么做，甚至有些后悔当初去做那个间谍。但只要一想到航航身上流的不是哥哥的血，他马上又心如刀绞。2009年10月，程云芳从深圳回到临沂，发现航航有些不大对劲儿。本是很顽皮的孩子，现在竟变得那么老实，那么胆怯，见了他都不敢说话。自己从深圳买回来一只遥控飞机模型，单单玩得不亦乐乎，可他却在一边看着无动于衷。程云芳说：“航航，你带妹妹一起玩啊。”航航冷漠地转过头。陈云芳把他拉到身边，发现他竟流了一脸的泪。他心痛地抱过航航，亲着他的脸颊说：“儿子，有爷爷奶奶和姑姑整天陪着你，你还缺什么呢？”陈云芳只想这是孩子离开爸爸妈妈久了造成的。他跟李晴讲，李晴语中带刺儿地说：“我们再怎么带，还是比不上他亲爸亲妈呀。”陈云芳只剩下尴尬。陈云芳一回到深圳，李晴依然故我，但他慢慢发现航航好像也从内心开始敌视自己了。为了制服他，李晴开始用更强硬的手段对航航进行惩罚打击，有时打手心，有时罚跪不给饭吃。航航也多次对抗，还说要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。李晴警告说：“你要是敢告诉你爸爸妈妈，我就拧断你的耳朵。”航航本是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的，他受不了现在这样的落差。一天，他从幼儿园回来晚了，姑姑拧着他的耳朵问：“你跑哪疯去了？”他在姑姑手上掐了一下，李晴一把拖住他的双手，把他硬拽进楼下一间放杂物的房子，而且掐断了电灯线。“今天你不要吃晚饭了，好好关在屋子里反省。”这次航航在黑屋里被关了3个多小时，最后歪靠在一堆杂物上睡着了，嘴边竟是鼻涕眼泪。最后还是奶奶不忍心，把他抱回了房间。渐渐的，航航的硬劲儿被拿掉了，行为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姑姑的东西他从不敢动，家里的零食没有大人发话他不敢吃，他时刻都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，有时会一人躲在房间里几个小时都不出来，性格越发内向懦弱。2010年春节前，程云芳和丈夫回临沂过年，看到儿子脸上无神，经常发呆，问他话也不回答，夜里还经常突然抽筋惊叫。程云芳吃惊地对丈夫说：“得带航航去医院看看，这孩子一定是出了毛病。”李明红也发现了问题，猜到了原因，并悄悄地从父母那里得到了证实。他很生气，背后责备李晴：“我都能原谅他，你干嘛还要死抓住不放？再说孩子又有什么错？”而在妻子面前，他却不敢说真话，遮掩道：“小孩子嘛，什么样性格没有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陈云芳没信丈夫的话，她找到教航航的幼儿园老师，老师说航航以前倒是很好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越来越反常，不敢跟老师说话，不敢跟小朋友们玩，常常一个人躲到一个角落里。陈云芳心里越发不安，她一个人带着航航来到临沂市人民医院检查，2个医生都认为孩子已接近儿童抑郁症了。一位医生说，估计孩子是受了什么精神刺激。陈云芳惊呆了。回家，陈云芳说了给航航检查的结果。李晴说：“有什么刺激呢？2个孩子是一样带的，几乎形影不离，蛋蛋怎么就没有问题？”陈云芳也百思不得其解。陈云芳明显感觉到航航和小姑子之间有点不大对劲，只要李晴在场时，
航航就显得非常紧张，手足无措。腊月26，他开车带两个孩子出去买衣服，路上他有心试探女儿：丹丹，你告诉妈妈，现在姑姑和奶奶是疼你呢，还是疼哥哥？5岁的丹丹犹豫了一会儿说：疼我，他们都不喜欢哥哥了。不过小姑不让我对你说，小姑说要是告诉你，以后再也不疼我了。程云芳赶紧把车停在路边，继续追问丹丹。从女儿嘴里，程云芳掏出了许多令他心颤的事情。航航经常受小姑惩罚，小姑还骂得野种。程云芳的心忽然颤了一下。航航，妹妹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告诉妈妈。航航咬着牙，脸上的肌肉扭曲着，几乎都变了形。程云芳搂着儿子，身体一阵阵哆嗦。第二天，程云芳到临沂桃园电子批发市场，花5500元买了一个自带硬盘的钢笔摄像机。大年初2，她和丈夫要到济南军区总医院去看望丈夫患了胃癌的舅舅。临行前，她偷偷将钢笔摄像机打开，放在客厅的柜子顶层，并用杂物遮挡好。程云芳晚上10点多返回后，从柜子顶层取下摄像机，在电脑里回放。结果她发现了这样的2个场景。一个场景是，坐在沙发上的李晴叫来航航，问他：你妈妈问你什么了吗？航航竟对着姑姑跪了下去。李晴用手指点着他的脑袋说：要是敢跟你妈妈胡说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婆婆过来了，李晴才让航航离开。另一个场景是，航航和丹丹在看电视，李晴手里拿着2个烤红薯走进来，剥好一个后递给丹丹，自己留了一个，根本不理会航航。航航一声不出地离开了。不用再看了，可怜的儿子肯定正遭受着姑姑的折磨。程云芳敲开李晴的卧室门，一进去就厉声质问：你给我说实话，航航的病是不是你给折磨的？李晴的脸色变了：嫂子，我和爸妈辛辛苦苦的给你们带孩子，得到的就是你的诬赖吗？程云芳转身回房，把自己的手提电脑拿了过来。那你看吧。看着电脑里回放的航航给他下跪的那一段，李晴惊呆了。程云芳告诉他，自己悄悄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。我们给了你那么多的钱，小小的孩子到底得罪你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李晴也不必再遮掩下去了，说：这应该问你自己，你难道心里没有数吗？6年了，你竟让我们去爱去疼一个根本不是李家血脉的孩子。程云芳脸色突变：你血口喷人！李晴冷笑着哼了一声，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张纸和一张2人的合影照片摊在桌子上。那么你也看一样东西吧。这正是李晴到医院做的那份隔代亲子鉴定书。那张照片让程云芳也恍然想起来了，几乎晕倒。他哭道：我当时确有难言的苦衷，而且这么多年我也不能确认孩子不是你哥的。是你哥安排你做的鉴定吗？是我自己安排的，不过这个结果我早就告诉了我哥，我哥不让说。了解到丈夫的态度，程云芳稍感宽慰。这天夜里，程云芳辗转难眠。她想起2009年2月和3月份，丈夫2次从深圳回老家后，心情似乎一度非常烦乱。问的是怎么了，她总说是劳累导致的。程云芳主动揽下了大多数家务，每天还变着花样给她加强营养。她哪里知道，原来丈夫是得知了孩子的事儿。大年初3，程云芳流着眼泪向丈夫坦白了一切。原来2000年11月，高护专业毕业的程云芳
他在蓝山区一家社区医院当护士时，认识了来这里输液的马松。马松当时23岁，在蓝山区一家私营建筑公司当技术员。在马松的追求下，两人相恋。那张两人的合影照片就是2001年5月在蒙山游览时照的，被他夹在了书里。因为马松家境不好，这段恋情遭到了程云芳父母的反对。不久，马松只身去了北京。2003年3月，她嫁给李明红。本以为这件事也就过去了，哪曾想2003年6月，她在街上又遇到了马松。当天下午，在临西2路的一家宾馆，她跟马松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。2003年8月中旬，程云芳发现自己怀孕，算算日期，孩子可能会是马松的。她想把孩子打掉，结果遭到丈夫和家人反对。她想，毕竟和马松只有一次，或许不会那么巧的吧。2004年4月，她生下儿子很好，觉得孩子五官有点像马松，心里很忐忑。可看到一家人跟儿子那么亲，她最终决定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。程云芳哭着说：“明红，我对不起你，也谢谢你对我的宽容。我只是痛恨李晴这样对待航航，我错了，他可以冲我来，为什么要报复可怜无辜的孩子？”李明红内心也很痛苦，觉得李晴做的的确有些过分。换位了，事情过去了就算了，以后谁都不用再提了。至于航航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把他带到深圳吧。正月初7，夫妻俩带着航航返回深圳。没想到，在和航航朝夕相处时，丈夫的态度也变了，有时表现得非常厌烦，夫妻俩有了争吵。2010年7月，丈夫提出把航航送回老家，并反复向她保证，妹妹和父母那里他一定会交代好的，今后绝不会再对航航有歧视。最终，在李明红的坚持下，航航又被送回了临沂。9月27号，程云芳为看孩子回到临沂，发现航航双腿上有2片触目惊心的伤疤。找到婆婆质问，婆婆支支吾吾解释了半天，程云芳总算是听明白了，原来是航航自己去烧水装水，结果水壶掉在地上，双腿被烫伤了。程云芳伤心地问：“为什么让他去做那么危险的事？”这时李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：“我想锻炼锻炼他，谁知他会这么笨。你是故意害他，是故意的。”怎么想随你的便。姑嫂俩激烈的争吵起来。这天晚上，程云芳摸着儿子的伤疤泪如雨下，航航更加孤僻了，连他的问话也一句不答。程云芳绝望地想，这个孩子也许这辈子就毁掉了。再想到与丈夫的感情也濒临破裂，自己在这个家里也完全没有了尊严，程云芳突然间钻进了牛角尖，越想越痛，越想越恨。李晴啊，李晴，你毁掉了孩子，毁掉了我的一切。既然这样，我要让你也失去幸福，让你生不如死。2010年9月28号上午，程云芳到临沂化工市场买了1瓶硫酸。回到家，见李晴仍冷冰冰的，他突然掏出硫酸瓶，打开盖子，向李晴头部狠狠泼去。伴随着一阵白烟，李晴捂着脸大声惨叫起来。公公婆婆从房间里跑出来，都惊呆了，赶紧拨打了120。作案后的程云芳并没有逃走，而是坐在那里放声痛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主动拨打了110，直到警察来了把他带走。经临沂市人民医院检查，李晴的头皮被重度烧伤，左面部被中度烧伤，左眼烧伤，造成视力损害，手臂肩膀也有近10处烧伤。事发后，李明红从深圳赶了回来，痛心疾首地捶打着自己，
既后悔自己把航航送了回来，又后悔没能做好妹妹的工作。2010年10月19号，临沂市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正式批准逮捕了程明芳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